厄瓜多移民签证新一年门槛飙升，我好像听到钱包在惨叫的声音哦。在2026年，不仅移民入场费变贵，连游戏规则都变严格了。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传说中的移民新手村要变成困难模式了吗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申请厄瓜多居留权的最新条件，如何一步步通关拿身份。Vamos！出发前先了解一下厄瓜多有哪些移民路径呢？最常见有3条路，分别是投资签证、专才签证，还有退休签证。无论哪一条，只要成功申请，都可以先拿到2年的临时居留，住满21个月就能申请永久居留了。那你觉得哪种最适合不是大富大贵的普通人呢？首推投资签证，这可能是世界上门槛最贴地的投资移民路径，非常适合不想工作，只想把钱放在银行换身份的朋友啊。实际上要投多少钱呢？门槛是当地最低薪资的100倍，以2026年来说，就是$48,200，只需要把这笔钱存入厄瓜多的银行，做2年定期存款就可以去申请了。这笔钱会有利息吗？当然有了，年利率落在5%到8%左右，还可以选择每月领利息，算下来每个月大概有$200多进账，为躺平生活提供第一桶金啊！听起来很像诈骗广告诶，会不会风险很大呢？风险肯定比放美国的银行要高一点，但又不像股票那么大。其实要注意的是，厄瓜多有个资金汇出税高达5%，麻烦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嘛？就是说以后想把这笔钱汇去其他国家，或者在美国网购，都要被政府抽5%税金。就是钱出去要付过路费咯。如果不想守住那么多现金，有没有其他选择呢？有，可以考虑退休签证，或者叫被动收入签证，门槛是每月收入达到最低薪资的3倍，以2026年来看，就是$1446的收入。退休签证有年龄限制吗？没有年龄限制，重点不在年龄，而是在于每月有稳定收入。那么还没退休的人也可以申请吗？可以走被动收入路径，收入来源可以是房租、年金、分红等等，能提供文件证明这些收入是真实存在。想不到当个包租婆也是合法的移民路径啊！但申请这类签证对于文件要求比较严格，比如终身退休证明或者长期租赁合约，文件都要海牙认证哦。感觉弄文件很麻烦啊，有没有更省钱又简单的方法呢？如果是很有才华的人，可以走专才签证，门槛是大学学位加上最近6个月收入达到最低薪资，也就是每月$482以上的收入。学位有了，收入也有了，看起来很简单嘛。其实这条路有个著名的隐藏陷阱，就是大学学位必须先通过厄瓜多教育署的认证，但如果你的学校不在认可名单上呢，那就直接 GG 咯。所以想省事，还是选投资者签证比较简单直接，钱到位就好了，而且还有个隐藏福利。投资签证通常不要求购买健康保险，但其他2个都要在当地买健保，这又是一笔开销哦。这样算下来，感觉还是存一笔钱拿利息的投资者签证比较好。那要怎么开始第一步呢？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亲自来到厄瓜多办理，马上买机票飞过去吧。且慢，先检查好小本本，不要说走就走哦。那谁能免签进场，谁又要排队拿签证呢？如果是香港、澳门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欧盟的护照，都可以免签入境90天。如果是台湾护照或者中国护照，那要先在网上把旅游签证申请好。那么90天的时间真的够申请居留吗？顺利的话是足够的，如果不够的话，还可以氪金续命，付钱延期1次，那总共就有180天了。有了签证，买飞机票就能飞了吧？还有最重要的通关文件必须准备好啊！都有了，行程计划、酒店订单就当然必不可少啊。
不管申请哪一种签证，都必备一份文件，那就是无犯罪记录，也就是俗称的良民证。我这种良好市民，抽屉里就有一张了吧？要注意哦，良民证必须是颁发日起6个月以内的才算有效，并且是显示过去5年的记录，还要翻译成西班牙文，并且海牙认证。如果原居地没有海牙认证怎么办呢？这个在后面会聊聊解决方法。先回正题，如果在原居地办好之后，拖了半年才飞过来，就等于白纸了，所以必须注意有效期哦。就是文件等确定出发时间再开始办理比较好吧？没错，其他文件的有效期也差不多了，要确认都在保鲜期内，才不会被卡关哦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可以出发了吧？哎，看你这一大叠钱，肯定是个小富婆了吧？嘿嘿，羡慕了吧？带那么多现金入境，可是会被课税的哦。注意，入境厄瓜多，每人携带的现金不能超过1万美元。还有这种规矩啊？幸好提前知道，那你帮忙来一点好吗？可以，记得请喝咖啡。欢迎来到厄瓜多，先来深呼吸，适应一下2000多公尺的海拔。刚下飞机啊，要不要先去喝杯咖啡呢？旅游签90天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，还是办正事要紧。那赶紧去移民局排队吧。第一站不是移民局，而是银行。要办签证啊，怎么去银行呢？因为选的是投资签证吗？钱要先放进厄瓜多的银行账户，还要做2年的定期存款，这样才符合申请条件。有钱才有身份，那就去最喜欢赚钱的大银行做一笔双赢的交易吧。理论上是可以，但单凭旅游签证去大银行，被拒绝的几率就很高了。有钱都不赚，法律有禁止旅游签开户吗？没有明文禁止，不过要讲点运气了。通常会要求提供本地联络人、居住证明，或者补一堆资料。有些甚至会直接说不行。不能开户就不能存钱，不能定存就没法办签证，这不是陷入死循环了吗？有2条路可以考虑。第一条路是找在地的合作社，比如 JEB， 开户成功率会比较高。诶，这是什么机构呢？有点像信用社，不过很多合作社没有 SWIFT code， 或者必须透过中介银行转账，所以在国际汇款方面不如银行方便。还可能有些国家的银行不接受汇款到合作社，资金转移很容易会卡关。那第2条路呢？当然是找帮手。如果有律师或在地中介陪同，他们能协助处理地址证明，登记为联络人，1个上午就能轻松过关了。找队友带路应该更好吧？就算出问题也能帮忙解决。假设开户成功，也做了48200美元2年定存，拿到了证明，接下来该去移民局了吧？从2026年开始，厄瓜多移民局已经云端化，所有签证申请都透过线上 e-visa 系统提交。以前抱着文件去移民局排队的日子已经结束了。那在家上传文件就好，根本不用来厄瓜多了吧？不是变简单了吗？线上不代表简单，反而可能更严格，而且人在当地通常会比较好处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系统对文件要求会更高，如果扫描档不清晰、翻译格式不对，申请案就会被 hold 住了。那大概多久会有结果呢？官方说法是60天，但有些案件会很快，有些会拖很久，而且系统会偶尔出错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。可是旅游签只有90天，万一审太久过了期怎么办呢？这就要去办理旅游签延期，花钱买时间，再续90天。那文件交完之后，是不是只要等通知、等拿签证就好了呢？虽然是线上申请，但移民官可能会发邮件通知，要求带齐正本文件到指定的办公室面试查验。尤其是有受抚养人的申请，多数都会要求面试，结果还是要跑一趟移民局。所以线上申请并不等于全程远端处理哦。如果申请退休或者专才签证，也是类似的流程吗？是的，只是前置任务不同。
专才签证要到教育署登记认证，退休签证则要先完成退休金的文件认证。如果面试顺利通过，要多久才能拿到2年的临时居留签证呢？一般是当天就能拿到，会透过电子邮件传送 e-visa。看来厄瓜多还是有高效率的那一面呢。欢迎留言说说看法，觉得哪个签证最适合你呢？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很多人看到 e-visa 系统就问，那在家里就能办吧？等签证批下来再飞过去厄瓜多就好了吧？理论上是可以，实务上也有人这样做，但风险会比较高。难道 KK 园区开到了厄瓜多了吗？如果想全程远端办理，就关系到委托代理人。现在做法是需要签一份授权书给律师或中介，授权他们帮你处理银行开户、资金转账、定期存款以及签证申请的事情。那权限真的很大耶，万一钱被转走怎么办呢？所以要找100%信任的人来协助。而且就算是线上申请，移民局也会要求面试，还是要到附近厄瓜多领事馆进行。你也知道，厄瓜多并非什么强大的厉害国了，领事馆都不多，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更不方便。比如说台湾就没有了，可能要飞去日本面试，这一来一回机票住宿可能跟直接去厄瓜多差不多呢。直接来到厄瓜多还可以体验当地情况，如果觉得属性相克，就可以马上修改移民计划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想带另一半或者小孩一起来，门槛还是一样吗？基本原则是每增加1名抚养人，月收入要求增加$250，当然越多越好了。如果是投资签证的话，还需要每人增加$500的定期存款。最后一题，有些国家不是海牙公约成员国，没有办法做海牙认证，那要怎么办呢？那文件就要走双认证的路径。大致流程是在文件签发国先做公证，然后去当地的外交部验证，最后送到厄瓜多驻当地的领事馆做认证。在人环游世界之前，文件就先游了一圈。对啊，预留更长的办理时间会更稳妥。2026年，厄瓜多的最低薪资提高了，移民门槛也水涨船高，但感觉只要一步步慢慢来，也是可以通关啊。3种主要的移民签证，无论是想先飞过来还是远端申请，最重要的就是准备好文件，规划好资金，然后开开心心住满21个月，就能申请永久居留咯。提醒一下，在刚获得永居的前2年内，每年离开厄瓜多的时间不能超过180天，2年后连续离开的时间不能超过2年。违规的话，轻则罚款，重则被取消居留权哦。想了解更多厄瓜多的移民资讯，来看看这支影片吧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瞧瞧，拜拜。